顾老板背负债务与病侵重压，却仍坚守生态底线。此时猴群异动引发恐慌，众人欲救下被误传遭驱逐的幼崽。岂料猴王携母猴现身，不仅为弃孤儿，反显护犊情深。这反转撕碎了外界一切谎言，更揭开顾老板以诚代寿、守护生命本真的初心。救援队与村民态度瞬间逆转，从对峙转为敬畏。原来真正的危机并非野兽伤人，而是人心猜忌。顾老板的真诚化解了这场信任风暴，也为后续经营埋下温情伏笔。唯有尊重自然法则，方能赢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。猴群全员出动，这阵仗谁敢说是一气？别傻了！那是木狗钱同志特意召集的长辈团。你看那猴王亲自护崽，分明是家族内部的温情守护，绝非无情驱逐。有人慌了神想动手，却被这一家子老小堵在原地。想想看，若是真被赶走，哪还有这般井然有序的场面？这哪里是危机，分明是顾老板用诚意换来的信任基石。救援队刚要接手小猴空，猴王却死死护住幼崽。这哪是一气，分明是族群的深情托付。顾老板一眼看穿，猴子不懂人情世故，但人心能懂万物生灵。谦哥想收桃子走捷径，却被一句公务不接挡得明明白白。600块买断桃林情谊，看似精明算计，实则是对规则的敬畏。小姨夫胃口不好，这袋果子既是馈赠也是试探，是趁火打劫还是雪中送炭？顾老板心里有杆秤，钱可以再赚，信誉一旦崩塌就再也捡不回。毛毛这幼崽身份特殊，猴王主动托付而非驱逐。顾老板张会以真诚化解救援队疑虑，确立寄养协议，既护住生态底线，又避开了舆论雷区。此时小鹏顺势带路看荷花，看似闲聊，实则铺垫后蓄流量转化。上一幕里谦哥拒收公务却买桃子的合规操作，正是这种公私分明的经营智慧缩影。从猴群风波到田园温情，危机瞬间转为信任基石。顾老板不仅救了一只猴子，更用真心换来了整个救援队的尊重与村民的拥护。这袋桃子虽值600块，买的却是人心向背。猴王主动留下幼崽，这温情反转瞬间拉满信任值。顾老板没赶人走，反而用真心换来了村民与救援队的尊重。小鹏带游客看花花时，乃是单纯观光，分明是把流量引向生态养殖的巧思。你看那荷塘深处，每一朵花开都是品牌背书。老雷他们早就不只是买鱼了，而是成了品质见证者。这种零门槛垂钓加地道农家菜的模式，彻底击碎了空军魔咒。当阿菊姐端上回锅肉，食客们才懂什么叫舌尖上的乡愁。别小看这300斤乌篷船的人工搬运，那是全村人心手相连的缩影。父亲心绞痛住院，却因一碗鱼汤转危为安。亲情与商业在此刻完美交融。顾老板用真诚打破阶层隔阂，让每个路过的人都能找到归属感。猴子没被弃养，反而受族群庇护，这反转太暖心。顾老板喂他吃自家菜叶，乃是施舍，分明是救赎。旁人只道可怜幼崽，怎知这是给患病的生灵留条生路。20亩荷塘此刻花开正盛，乌篷船稳稳划过水面，铁子们惊呼景色绝美，却不知这背后藏着多少日夜耕耘的心血。别怕，慢点走，花儿都在等你驻足。二叔划得稳当，小船不碰荷花，这份从容源于对自然的敬畏。真正的好生意不在暴利，而在真心。连猴子都懂你的善意，何况人心？毛毛这幼崽为何被猴王刻意留下？
原来他身患隐疾，族群的接纳是无声守护。顾老板捡菜时教小鹏辨认马齿苋与荠菜，看似闲聊，实则传授生存智慧。野菜虽贱，却是化解债务危机的关键筹码。此时小姨一家负债如山，主角却用这些廉价食材做高端盒饭，难道不是以诚换信？老雷等钓友即将登场，他们能否像毛毛一样被治愈？顾老板镇木须叶硬是当赠品送，偏不让卖钱。客人尝过直呼惊艳，非要加盘，他却坚持只做赠礼。这般自毁利润的操作，究竟是何用意？细想之下，分明是在用顶级食材筛选真正懂行的贵人。那些嫌贵不买的散客自然被挡在门外，留下的全是像秦总这样的高净值客户。这哪里是送菜，实则是借物识人，把低端流量精准过滤掉。看似小气，实则大气，既守住了品质底线，又为后续高端鱼宴埋下伏笔。唯有这种极致真诚与克制，才能在喧嚣市场中赢得人心，让顾家村的口碑如滚雪球般越传越响。雷总这顿饭吃出什么名堂了？非要凑够800块送把草叶子。旁人只道是作秀，谁懂这是用喂牛料做门槛筛选真金白银的豪客。秦氏集团那帮挑剔的大佬早盯上这种稀缺生态菜。顾老板看似小气巨卖，实则是在教客户什么叫品质尊严。这哪是送木须叶，分明是用最低成本撬动最高净值人群的心理战。老雷夫妇被这份笨拙的真诚打动，瞬间从普通食客变成分销合伙人。别笑人家傻，在商业场上，把赠品当宝贝抢着吃的人，才配得上顾家村的好桃好鱼。这一盘草叶子下去，不仅填饱了胃，更喂大了整个产业链的信任基石。雷总这顿操作太绝，明明知道百香阁用催熟鱼糊弄人，偏要凑够800块硬抢赠品。他退卡换真品，表面是豪气，实则是对虚假营销的无声反击。木须叶本是喂牛草，如今成压轴礼遇，这份底气来自顾家村不卖假货的死磕精神。老雷尝一口便懂，好食材无需吹嘘，时间会替品质说话。小水塘镇法镜牵动大渔场，笑笑姐粉丝已炸锅，天天催问何时开钓，如何收费。免费垂钩却收50元一斤鱼，这账怎么算的？难道不是赔本赚吆喝？实则是在用诚意筛选真正懂行的客群。那些嫌贵的，早被木须叶赠品劝退，留下的老雷们，才是顾家村的真爱粉。别只盯着表面价格，野生鱼的鲜甜早已胜过百香阁催生的假野味。这哪是卖鱼，分明是用真心换信任的局。顾老板忙得脚不沾地，哪还有心思搞接待？粉丝催着问鱼塘何时开钓，他只能苦笑回应，免费垂钓是底线，但摘下的果子绝不再进菜篮子。这不仅是生意规则，更是良心坚守。有人嫌规矩多想硬闯，却被温柔回绝，真正懂行的客户却排队登记日期人数。毕竟食材有限量，品质无价码。那些只想占便宜的过客趁早退场，唯有尊重自然的食客才能留下。笑笑姐心里清楚，靠透支资源换来的热闹不过是昙花一现，只有守住生态红线，才能让这片山水长久生金。顾家村的危机还没平息，新的流量密码又现。笑笑这姑娘太懂拿捏人心了，眼看木须叶即将开花变老，她竟狠心拒卖高价给秦总，只当赠品送人。这波操作看似亏本，实则是在筛选真正识货的顶层客户啊。那些只会压价的商贩瞬间被挡在门外，而小姨夫在一旁急得团团转，却不知这不仅是稀物，
更是用木须叶做最后的尊严防线。笑笑转身去探望焦急的小姨，眼神里满是愧疚与坚韧。他明白光靠卖菜不够，必须把每一片叶子都用在刀刃上。当花苞绽放的那一刻，意味着最后一批食材将彻底告别餐桌。但这恰恰是品牌升级的转折点。顾老板匆匆赶来，只为强采最后木须叶。他深知这批嫩菜是救命稻草，既得填补小姨家债务缺口，又要维持高端客户口碑。面对长辈催促吃饭的温情劝告，他却心急如焚，一旦错过花期，这稀缺食材变成绝版。小鹏在后方处理海量钓友预约，分身乏术，而顾老板此刻必须亲自上阵，用汗水换取真金白银。他一边采摘，一边盘算着每一片叶子的价值，既要守住品质底线，拒绝高价收买，又要确保小姨一家能安心治病。这种夹缝中的奔波，正是无数创业者真实的写照，没有退路，唯有向前。小姨夫病重还欠债，他慌得六神无主，笑笑却稳坐钓鱼台，直言果园桃子有固定销路，鱼塘刚开张就有大客户预定。这底气哪来？全靠前段猴王现身建立的信任，以及老刘爆肝引爆的口碑。别急走，家里事多晚归骑车不便，不如吃顿热乎饭再谈钱。爷爷听了也舒坦，毕竟咱们商量好的局没乱套。明日钓鱼大军将至，顾老板岂能独断？小姨一家债务未清，他真敢拿果园周转开玩笑吗？其实桃子销路已稳，鱼塘耕成金矿，面对巨额流水与微薄净利，主角坦诚相告，账面多是预付款成本。这种真诚换来了信任，也化解了长辈心病。父亲心绞痛住院，一碗野生大青鱼汤竟让病友垂涎3尺，孝心与产品价值在此刻完美交融。凌晨2点，这群钓鱼佬为何像做贼般前行？只因想逃离市区拥堵。他们自嘲老婆不在家才敢出门，实则是对这份无虚假宣传大唐的狂热痴迷。主播当众放生大鱼，打破固定钓位魔咒，只进下水与陡坡，尽显生态底线。有人笑顾家村偏远难达，却不知这半小时车程藏着多少期待。当车轮碾过乡间土路，这群人早已将疲惫抛诸脑后，只为那一口野生大青鱼的鲜美。凌晨2点集结的钓友群像，乃是怕困，分明是对空军标签的绝地反击。老刘爆肝瞬间，曾经的嘲笑化作惊叹，这不仅是运气更迭，更是尊严重塑。有人质疑单克产值能否覆盖成本，可当野生大青鱼跃出水面，食材价值便不言而喻。从拒绝高价收木须叶到此刻全力护盘，顾老板始终在筛选真正懂行的伙伴。人工抬船入水看似狼狈，实则凝聚了全村人心，将物流难题化作温情秀场。父亲心绞痛住院的阴影未散，但这锅热气腾腾的鱼汤却成了治愈良药，让病友垂涎也侧面印证品质无敌，账面利润虽薄，预付款与库存交之间，真诚才是最长久的生意经。老刘狂喜，从被嘲笑的空军瞬间变身镇村传奇。这哪是运气，分明是对生态鱼塘的绝对信任。9份盒饭全送现场，只为让游客尝透顾家味道，桃子甜，蔬菜鲜，大青鱼嫩。可背后苦衷谁懂？果园抹芽正值关键期，人手紧缺到连自家橘子园都顾不上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明年果子挂不住？
笑姐这话扎心又暖心。4000块虽不多，却比那些虚头巴脑的画饼实在太多。你只管果园，我负责把流量变现，咱们这组合才是真金白银。别嫌钱少，顾家村缺的不是工资，是像你这样懂行的人。以前在城东抢着卖菜，如今咱自家种桃养鱼，每一分钱都带着泥土香。你说比肉好吃？那是品质到了位。老刘爆肝时那欢呼声，秦总尝一口就点头的场面，都在证明路走对了。别怕起不难，只要人心齐，这荒坡也能变金山。咱们不玩虚的，用汗水换真金，让大伙儿都吃上放心饭。这哪是钓鱼玩票，分明是给顾家打工。零门槛钓费，全靠卖鱼回本，每斤50的结算价，看似让利，实则筛选真金白银的客户。反观自家直售30元，蔬菜10块，农贸市场抢着买还不还价的往昔早已远去。40元的盒饭分量实在，荤素搭配惊艳味蕾。老刘爆肝后心态巨变，从嘲笑者变头号粉丝。这不仅是商业闭环的验证，更是人情味与品质感的完美碰撞。当游客为冰镇饮料欢呼，村民合力抬船入水时，顾家村已不再只是卖鱼的摊位，而是凝聚全村希望的生态乐园。顾家村鱼塘彻底火了，老刘狂拉30斤大鱼，围观者惊呼冠军稳了。你以为这是运气？实则是一场商业豪赌。钓费零门槛，鱼按重结算，看似免费玩票，暗藏精明账本，每斤60卖500收600，扣除盒饭成本与人工开销，单日净利轻松破百。其实不是技术不行，是顾家鱼塘生态太野，连硬骨头都敢咬。你看那猴王护犊，村民抬船，哪次难关没靠这股子韧劲闯过去？秦氏老雷这类大客户早就馋这口鲜味了。表面看是卖鱼，实则是用真心换信任，把农产品做成情感纽带。父亲病榻前一碗热汤暖人心，这才是真正的硬通货。流量虽大，利润微薄却踏实，预付款堆不出人情味。今晚这场全鱼宴，喂饱的是胃，更填满了顾家村人对未来的盼头。笑笑的6个电话石沉大海，只因钓友老刘太兴奋忘了调静音，这哪是忘事，分明是把生计看得比亲情更重。30斤大青鱼上桌，香气瞬间盖过了心绞痛的警报。笑笑炖汤的手稳如磐石，可谁能想到父亲此刻正生死一线。他一边安抚饥饿的食客，一边强忍对病危父亲的担忧。这种把顾客当家人却独自扛下家庭重担的反差，才是小人物最扎心的真实。父亲心梗住院，6个电话无人接，原来钓鱼太嗨把手机静音了，这哪是忘性大？
咱们主角此刻心里一定很暖，父亲住院虽急，但有了客户和村民的支持，债务危机不再是天堑。你看那汤碗热气腾腾，映照着顾家村从负债到翻身的希望之路。这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，更是生态农业价值回归的铁证。真诚服务终将打动人心，哪怕只是小小一碗鱼汤，也能撬动整个家庭的幸福转机。这鱼汤香的离谱，领导哪能只喝碗家常味？人家送来的可是救命的药方。顾老板家那长春绝养的稻子，连杂草都抢着长，田螺拳头大，灵气滋养才有的奇迹。老刘爆肝变王牌不是运气，是生态循环的底气。秦总拒收赠品木须叶，只为那份纯粹匠心。小姨一家债务危机靠这口鲜鱼汤化解，孝心与生意完美闭环。从猴王护佑到全村致富，顾家村不只是卖货，更是人情味的极致演绎。这田螺拳头大得吓人，谁信？稻鱼共生财是真本事。长春绝户苗，杂草都抢不过灵气滋养的节奏。阿菊姐大火爆炒农家菜，游客直呼下饭。顾老板拒绝高价收木须叶，只为筛选真正识货的客户。父亲心绞痛住院，一碗野生大鱼汤稳住了病情。小鹏运营有方，流量变现让村民腰包鼓起来。小猴空康复在即，即将回归自然怀抱。看似流水滚滚，实则每一分利润都来之不易。真诚待客方能换来长久信任。乡村振兴路上，这群普通人用双手拼出了新天地。田螺弹牙无泥腥，这滋味谁懂？老雷感叹若日日如此便是福分。可顾老板却突然退钱拒领工资，只愿留作纪念。小鹏不解，为何您要现金也不落袋为安？背后是创业者的初心，每一分钱都藏着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感恩。他怕拿了高价显得贪婪，更想守住这份纯粹。当家人突发心绞痛时，顾老板用鱼汤暖胃暖心，却坦言账面利润微薄。这不仅是商业博弈，更是小人物在生存线上的挣扎，既要养活全家还债，又不敢贪恋虚名。真金白银换不来真情实感，唯有真诚经营才能赢得人心。约会钓鱼两不误，这心太绝了。嘴上喊累，心里乐呵。33人3家齐聚，热闹得像过年。可谁懂老板的难处？工资想换现金留作纪念，这份念旧情比金钱更珍贵。退钱别领双份，500块硬塞进兜里，既是体面也是底线。上一秒还在谈商业闭环，下一秒就为这点人情味破功。看似是玩笑话，实则藏着小人物对安稳生活的渴望与坚守。钓鱼佬的命格早就不看太阳了。刘哥这般夜半集结，是想用爆肝打破空军魔咒吗？别笑梁勇跟着姐夫学艺，这哪是单纯垂钓，分明是把顾家村的生态循环玩出了花。几百米外的鱼塘早已人声鼎沸，谁若迟到便没好位置。这份紧迫感逼出的不仅是鱼货，更是真金白银的订单。老刘们在此处较劲，实则是在赌一场关于品质与口碑的信任局。秦氏订单压顶，20亩灵桃代运。罗俊与小姨夫已备车，首站接待绝不能掉链子。城里带回的猪肉、排骨、鸡蛋，全是给大伙加餐的底气。
刘哥6点前5口便配不上钓手之名。梁勇跟着姐夫学艺，只为尝鲜买鱼走人。几百米外鱼塘车位告急，晚到避空沟。硬性规则已定，零门槛垂竿，大青鱼50元1斤结算。这不仅是生意，更是把口碑嚼碎咽进肚子的硬仗。30斤大青鱼能钓上来吗？别笑刘哥嘴硬，上次吹牛说认识每条鱼，这回真遇上小王子。细线够不够力全看天意，临这边货已备齐，猪肉排骨鸡蛋样样不缺，就等明天车辆拉走第一波收成。面对12名汉服客和20多钓友的双重考验，压力山大却让人热血沸腾。缺啥尽管跟妈说，心里有数，绝不掉链子。这不仅是卖鱼，更是用真心换信任的硬仗。老爷别慌，鱼王位置谁坐？大清认主还是看人。上次朋友圈吹牛说熟透，真遇生手他才给面子。线细点没事，陌生水域轻耳试探是规矩，钓完吃剩的鱼按斤算钱，60块1斤照单全收。这哪是钓鱼场，分明是财富陷阱。你上次豪言壮语皆兑现没？别等空军回家哭鼻子，快上钩让大伙尝尝鲜。三叔这盘算太精了。冰饮送到塘边，既解游客暑气又省搬运力。但他那句不能乱涨价才是真本事。顾家村靠口碑吃饭，宰客就是断后路。这哪是经营果园鱼塘，分明在考教全村人的默契与担当。村民齐上阵，喊着号子将船缓缓挪入水波。看似笨拙的搬运，实则是为了守住细水长流的承诺。若因小利毁掉口碑，再多的流量也是泡沫。顾老板深知生意不是宰客一时爽，而是让老主顾笑着带朋友来。这份对品质的死磕，比任何广告都硬核。2艘乌篷船重达300公斤，卡车根本进不去荷塘。这路窄的连个成年人都难转身。老板真打算让人工抬进去？看着那塌方风险的路面，谁心里不犯嘀咕？可顾家村的姑娘们二话不说，扛起就干。这不是简单的搬运，是把尊严扛在肩上。300斤的重量压弯了腰杆，却挺直了脊梁。游客还在岸边观望，村民已化身大力士，汗水滴进泥里，瞬间开出希望之花。这哪里是抬船，分明是在抬着乡村振兴的底气。笑笑这波操作太绝了，嘴上说着没准备零售，20亩桃子却任君采撷。难道是想用甜桃堵住那些挑剔客户的嘴？果然没人能空手走，连回锅肉都得打包带走。这哪里是卖货，分明是把邻里温情硬生生揉进了食材里。老刘他们还在纠结能不能钓到大鱼，殊不知真正的诱饵早已备好，那是顾家村最实在的人情味。这鱼力道之大，绝非普通养殖货可比。老刘从空军秒变王牌，钓上30斤青鱼时，他哪顾得上切线烦恼，分明是彻底被这片生态鱼塘征服了。那些嘲笑者瞬间闭嘴，因为美味才是硬道理。盒饭里的自家蔬菜与回锅肉，更是把游客胃口吊得足足的。有人问这利润真有那么高吗？账面上流水虽大，但扣除成本后，每一分钱都透着辛苦。不过只要人心齐，像抬船入水那样众志成城，
再难的坎也能跨过去。顾老板用真诚换来了信任，让村民腰包鼓起来的同时，也让这只特殊的小猴空找到了安稳的家。这哪里是卖鱼，分明是在经营一份人与自然的温情契约啊！